你知道吧？然后最近又觉得自己还挺努力的，就各种东西加起来，我就觉得心情可好，每天都。再加上我老婆又乖，前一天跟陈吉吉出去玩，她很久没出门了，然后就跟陈吉吉那天出去玩，还罚钱呢。这一桩一件件都是让我开心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大的开心的事情，但是很多小的开心的事情，我比较容易满足，你知道吧？17号我看一下，吃什么呀？哦，你说17号链接吗？我以为他问我17号我吃过饭吗？我还在回忆，我看一下哈，因为吃了那一个东西。就是螺蛳粉嘛，然后昨晚我俩就休息了晚上，然后我半夜我就看小说看得可无聊，我就想说那我就增加一点我俩的互动吧，我就开始说哇你的胸肌好棒啊，就一直在夸他嘛，我其实单纯只是想夸他，然后赖心就觉得一个电说那你看看我这边棒不棒？你真的是这样的吗？你来给大家讲一下，他昨天晚上跟变态一样，我不知道他一到半夜他就发疯。我给你们听，我13000，我靠！他一到半夜他就发疯，姐妹们，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还对我放屁吗？他对我脸上崩屁。没对你放屁啊，刚刚。你再对着我放一下屁。我刚才是吐着。痛！你干嘛？哎呀，走开，我眼断了。我看你一到了晚上你就发疯，一到晚上那你还发什么疯啊？我每天打扮的清清爽爽的。我觉得你这脑子有问题。喘不上气。一到晚上你就行。别喘不上气。鼻炎吧。把我内裤拔断了。什么断了？在说什么？哎呀，别把我内裤拔断了。他抽内裤。没几条好。他说本来就没几条好。我说别把我内裤拔断了。没几条好。干嘛呀？我给拼了！哎呀，你好变态！你在缅甸。哎呀，你他妈你是缅甸的，给我吓的！哎呀，走开，我不舒服了，我真不舒服了，大家先。他每天晚上一到半夜3、4点钟、4、5点钟就跟发了癫一样，就很神很神。没有几条好的，我真的救命啊！每一条内裤都被他扒的都不能穿了，特别兴奋。这个点本来就是该兴奋的点，你不是吗？因为我俩的时差不就3、4点就是热火朝天，然后你弄到他了，他就我不舒服了，我不舒服了。他来弄你的时候怎么样都可以，你弄到他不舒服了，不舒服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，他跟他吵架，其实讲真的还蛮难，蛮受伤的。就是他平时像我俩同居的时候，有时候闹矛盾，他都能想尽办法的不出现在我面前。异地恋吵架的时候是打电话是永远打不通的，整个人消失。你以前真的有这样子吗？就我很难受，然后人有一种心理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就是我越打不通你电话，我就越想让你接听，然后就一直打，就一直不接。异地怎么维持感情？我俩就是没吵架的时候哈，就是闲下来的时候，就是一直开视频，然后各做各的。就像他之前也是做网红的嘛，然后我有的时候就是他直播的时候，我会看他直播什么的，守护他。但赖亚星那一伙，
其实他不太想跟我同居。我不是不想跟你同居，我是跟一群朋友住一块儿，我怎么跟你同居啊？我咋跟你同居啊？我都跟黄晓明、阿金妹、李小李潮、王哲峰我们跟一群朋友，我们是一起住的。我当时没法同居，我们当时一群朋友住一块儿的。但是如果还好，其实你知道吗？人生很奇妙的。如果第一年我俩就同居的话，我感觉我们要经历的东西会更多，你知道吧？因为第一年本身就比较容易吵架，然后同居也会有一些矛盾，就是两件加在一块的话就很吓人。然后我俩是分开经历的。不会，上一次尿床还是小学1、2年级的时候，幼儿园小学1、2年级。那你每天半夜对别人上下其手的时候，你是梦见在干嘛呀？因为你每次很精准，我其实很疑惑。但是我真的，我不开玩笑，毫无杂念吗？我起码几年、几百年就，我没有脑子里没有印象，我有做过春天来了。我不是说春天来了，我是说你为什么，我就说我没有。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习惯？你每次睡觉的时候，你喜欢抓别人的身体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就是你会超级无敌自然的把手伸进人家内裤很在直播，不是我好奇，那你不要乱说话嘛。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呢？我一般会做梦，就梦到什么会这样子探索？就什么都有，有的时候梦到自己想拿瓶水，有的时候梦到自己甲板呢，到处找我的甲板，然后有的时候又，那你这是肌肉记忆了。有的时候又是比如说我梦见自己在机场拖行李箱，我说行李箱的杆呢？拖着，我就是做这种梦。因为你没有探索期，你知道吗？你很精准。你不用探索的。对啊，就是我。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想摸你胸，我可能还要找一下，然后会往上移。你没有，你每一次都很准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梦里面炒菜过，从来没有，我真没有过这些。没有，但我很疑惑，因为他的样子不是装睡。我前几年那个时候就是18、19岁刚出社会嘛，我那个时候。又赚了点小钱，然后又爱点模子，我就去厦门就点了个模子，刚好就点到他，然后后面就给他赎身了，姐妹们，我们就在一起这么多年。那个时候厦门的那个模子厂认识的他的，然后反正他一走进来，我就就这个人就感觉合眼缘，你们知道吧？然后我就直接点，我说就他好了，然后他就陪我，就非常的照顾我，就一直在照顾我，8+1什么的，一直在什么的。然后后面我第2次我就觉得，我们出去喝酒，这个人8+1挺照顾我的，我又飞厦门。我那个时候不在厦门住，我又飞厦门，我就专门为了这个模子去飞厦门，专门为了这个模子飞厦门。然后我就飞过去，然后我朋友就说你重新换一个呗，你那个模子都不点第2次。我说为啥呀？他们说容易动情，但其实我当时心里知道，我就已经是动情了，我已经难以自控，然后我又点了他1次。好啦，我承认啦，但是就我后悔的是我太早步入爱情了，因为我之前在厦门的这个圈子里面做的也是风生水起的，就我应该那一会儿趁年轻多干几年。那我不是帮你赎身了吗？我都已经帮你赎身了。但就是人不就是为了争第一吗？我没有做到厦门第一，但是我还是有点，我已经帮你赎有身了呀，点懊悔的。我已经帮你赎身了呀。我说我是做自媒体的，我说去北京你养我呀，你说我养你呀，你想去北京，我马上给你赎身，我给你转钱。然后他就说，他还是想靠自己打拼。然后我当时听到这句话，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很有个性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 How much？他说：“我说你觉得我值多少？你觉得我值多少？”我说：“那得看看你今天能值多少。”然后，但是
我这个人就是我得到了，我就不喜欢珍惜了。我第二天我就直接放在床头，我就把 money 放床头，我就走掉了。然后我就觉得耶，我就走掉了。在北京来的真小气，这价钱不够呀，差一点。我给了多少小气啊？200。哪有那么抠呀？我出去8+1，人旁边你们知道，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去8+1，旁边经常会给你扇扇子的那一种，就一直又照顾你上厕所，给你扇扇那种，我都会给200。我哪有那么抠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给小费。人旁边我们经常给我们订卡，旁边给我们扇扇子的那些保镖，我经常一给我扇扇子带我去厕所，我就马上扫200。我这个人大方的，我出去8+1，真的大方的。那些保镖你知道一晚上又给你地址，又给你扇扇子，你一去厕所他马上讲，难怪家里面的钱存不住，都是这样的花掉的。放屁。然后就觉得那去北京闯荡一下也不错嘛，就是北京也是一个机会嘛，人都是想往大城市走。然后我们就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了，再也没有遇到过。后来他是自己想来北京闯。结果又在一个 KTV 又遇到了，然后我看到那一瞬间我是没认出来，然后我说等一下，就你，然后他说不好意思，我不上你的班，你上次直接离开了，他就这个意思。我说把你们经理喊过来，把你们经理喊过来。最后在他们经理的一番教育之下，我们又坐在了一块8+1。又坐在了一块8+1，然后我们慢慢就熟了起来。哎呀，如果我真的是男模，你会爱我吗？如果我真的是模子，你会爱我吗？啊，宝，你别这样，好吓人啊！你不会吗？不敢想。所以你爱的不是我这个人哦。我想一下，是我的。就如果我那样加了，就是换一个职业，你就不喜欢我了。就加了 V， 然后过来找你，然后我知道你是模子，就不配跟你在一块了。你的爱好肤浅，我以为你爱的是我。没有，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如果是乞丐，你会爱我？会。我不信，我还是觉得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原则吧，好吧。我其实是那个模子，他天天来我直播间消费，那能不在一起吗，姐妹们？他天天来直播间消费，来守护我，然后就认识了，那不得在一块儿？说反了，我天天在直播，他过来消费，来守护我来了，然后最后认识的是爱情票大哥，是爱情票大哥，是爱情票。但是哦，我真的跟你在一块的时候嘛，就是只想把我俩过好，就是现在，就是以前完全不会去想到能跟家庭融合啊什么的这一些事情，就觉得我俩的日子能过好就很不错，真的很不错。对，以前吃饭还有饭票，现在我其实遇见了，就是赖亚欣他现在也如蓝似虎，我是一直都如蓝似虎。哇哦，你讲真，我如狼似虎，我真的是属于那一种，就是2天3天就行的那一种。他是感觉天天都可以的，到底谁如狼似虎？是不是姐妹们？你们都了解吧？比以前如蓝似虎。你们了解吧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你不就是我说又说我是造谣，说什么呢？我以前甚至有的时候都觉得他惧怕我来异地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他惧怕我去找他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又很想见我，但是你又很害怕你马上要受到的遭遇，有没有这种心态？我感觉有。不是，就是很不自然，我不喜欢那种不自然的感觉。我们两个光是在这方面就磨合很久，现在是因为很自然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。以前他很不自然，他要定闹钟，姐妹们，谁家情侣那啥定闹钟，你就很不自然，他定个闹钟说到点了，
你就给我的体验感很不好。我是什么机器吗？对不对，姐妹们？我就不想，我就很抗但是拒。异地只能我可以抗拒吧？异地只能姐妹们，我可以抗拒吧？他给我的感觉，我像机器，他定闹钟的，他是要定闹钟的。到点了，到点了，我提前飞机起飞前2个小时还有一个闹钟，就真的是这样。然后我就会很抗拒，我说你来这儿我是我都不想说，我就很抗拒。你换个说辞，你不要讲的我很吓人，你换一个说法，他们会觉得我很甜。我不是叫做定闹钟，我是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能跟你温存的时候。什么叫做定闹钟啊？你就是定闹钟。我很珍惜，我是一个享受当下的人。我真的，你能不能婉转一点来讲我呀？这讲的我像那个啥，就是我没有想着要去保持最开始的感觉，因为人跟人的感情在增加的同时，你会有对他有新的感觉，就没有必要去维持最初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每一年每个月，会不会每一个月太短？每一年都有新的感觉。对呀，我最开始我给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俩是处对象，就是男朋友这种，但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就是感觉都不像情侣，像夫妻。有的时候生活中，我这样讲能理解，真的，因为我俩在一块已经9年了，就是包括比如说他会把我妈当成他妈，我也会把他家人当成我家人，这种感觉。